挂牌第一晚，一位大佬说要包我，我好心提醒先生，我也是 alpha。大佬不语，他助理告诉我，大佬要的就是结实耐造不能生养的 alpha。我了然立马签下2000万的合同，签了1年，合约到期前半个月，大佬助理找到我再续2年，我委婉拒绝，还是不了，肚子不争气怀了。东郊富人区有一家顶级私人会所会员制，个人净资产5000万是入会门槛，在这里带上直咬气的 alpha 和带上颈环的 omega 是可以随意挑选的商品，而我挂牌第一晚还没来得及带上直咬气，就被一位大佬挑中了。经理亲自领着我走进包房，大佬坐在沙发正中间，上半身隐在黑暗中，指尖一点猩红明灭，完全没有开口的意思。我轻咳了声打破尴尬，先生，我也是 alpha， 可能满足不了您的需求。话音刚落，大佬身旁的助理走了过来，递给我一份文件，沈先生，这是合同，您可以看看。我配合的打开文件，助理趁机在我耳边低语，陆总要的就是结实耐造不能生养的 alpha， 您完全可以。恰好看到白纸黑字的2000万，我点点头明白，接过笔刷刷签下审讯2字。助理拿走文件，又递给我一张卡和一张他自己的名片，脚下生风的走了。包房里只剩下2个人。过来，大佬发话了。我轻轻呼出一口气，换上笑脸走过去，站在他双腿中间，单膝跪下，手指刚搭上他的皮带扣。大佬扶开我的手，掌根托起我的下巴，指尖夹着的香烟离我的脸不过1厘米，学过吗？我舔了舔干燥的唇，学过。叠加灵柱应该已经告诉你我为什么选你，还有一点透着冷感的眼神自我眉心寸寸扫过。你提供服务，我给钱，我们的关系仅限于此，希望你记住了。我点头如捣蒜，伸出2根手指，小心推开那只手，弯起唇角，那请问陆先生喜欢什么风格？矜持的、放浪的，叫的大声的，不叫的。双颊又被捏住，隐约泛出疼意。我喜欢话少的。我在心里撇了撇嘴，跟小时候那死处一模一样。我坐上了陆惊云的车，虽然后排是独立座椅，中间还隔了那么大个空，但我还是忍不住缩边边，因为我的信息素是依兰香，一种本该出现在顶级 omega 身上的信息素，却出现在了我一个普通 alpha 身上，偶尔还会失控。所以身处狭小的密闭空间，我总担心给别人带来麻烦。我从小生活在孤儿院，13岁那年我分化成了 alpha， 信息素却是一股浓烈到近乎妩媚的花香。同宿舍的人都嘲笑我是不男不女不欧的怪物，我被他们孤床铺，时常被泼湿，毛巾牙刷总是出现在厕所里。那年冬天我发了一场高烧，随之而来的是信息素失控，老师怕我影响其他人，把我弄去了3楼最里面的一个单间，但那其实是杂物间，临时腾出来的。我在房间关了一整天，半夜听见敲门声，以为是医生给我送药来了，打开门迎接我的是一盆凉到透骨的冰水。我被泼猛了，猛到发不出火，只想哭，但我又不敢哭出声。3楼还有很多老师的单人宿舍，憋哭憋得心口疼，我蹲在原地咬牙挺着，大概还是发出了一点声音。斜对面的一间房传来开门声，我以为是某位老师，晃悠悠地站起来，垂着头，刚想道歉，一只温乎乎的手抬起了我的下巴。不是老师，是一个比我高半头的少年，穿着看起来很贵的睡衣，表情很冷酷，但我还是看清了他红红的眼圈，他大概也才哭过。我脑袋不清醒，边哭边问他是不是也被泼了。他默了2秒，低声骂了句蠢货，然后一脚踢飞摔在地上的那个盆子，抓着我的手腕拖回了他房间。他的单人间可以洗热水澡，他给我穿很贵的睡衣，他给我拿急速退烧药，他给我用特效抑制贴，他说再哭就揍我。他告诉我他叫陆惊云，陆惊云，我咂摸着这个名字，靠着车窗偷偷瞄了他一眼。从小到大，这人身上都自带一种金贵疏离的气质，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孤儿院，但那晚过后，他的豪华单人间变成了双人间。陆惊云把那个闲置的上铺分给了我，他有单独的老师给他上课，他也不和我们一起吃饭，他的课本都是全英文的。他打架很厉害，欺负过我的都被他揍遍了，但他不会洗衣服刷鞋子，我会啊。我帮他洗了5年，我还会给他带沾着露水的白蔷薇，摘被虫咬过的青苹果，还会给他讲很多没营养的冷笑话。他忍无可忍时会把我压在下铺，捂着我的嘴给我强行闭麦。我弯着眼睛看他，吹出热气呼在他手心，1秒2秒3秒，他红了耳根，拿被子闷住我的头，于是我便抱着他的被子笑。记不清从哪个夜晚开始，那个上铺又闲置了，总有一些时候，昂贵的抑制贴也压不住我的信息素，丝丝缕缕的依兰香溢出来一些。18岁的陆惊云失眠了，他哑着嗓子说帮我拿一张新的，替我撕掉那张小圆片后，却迟迟没有动。我动了翻过身时，不小心碰上了那双微张的唇，鬼使神差的又触了一下。第3下，蝴蝶主动朝我飞来，停在上面不走了。依兰花的花香是甜美的，蝴蝶轻轻扇动翅膀嗅来嗅去，终于找到满意的位置，它停在了某处。蝴蝶是怎么采蜜的？我懵懵地问。陆惊云不答，还捂住了我的嘴，但我还是知道了新手蝴蝶会紧张，先小心地用2只脚扒开花心，在伸直卷曲的会管慢慢探进花蕊深处，循着本能吸取花。我迷迷糊糊地想，现在是深秋，好像不是采蜜的季节，但陆惊云说是他也昏了头了，再过半月陆惊云就要离开了。我话最少的一天就是他被接走的那一天，只说了再见。倒是陆惊云絮絮叨叨说了好多，说我可以继续住在这里，说他给我留了哪些东西，还说他回家安顿好了就来接我。我相信他每天都在期望中度过，可一直等到我也必须离开孤儿院，他都没来。那几年好像成了一场虚无的梦，我原以为蝴蝶只是庄周梦里的蝴蝶，辗转几年他又在现实里画了形，可惜把那段记忆留在了梦里。好不公平，凭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记得？汽车在灯火通明的大别墅门口稳稳停好，陆惊云先行下车，看着他利落的身影，我想陆惊云也不算食言，他还是来接我了，只不过嘛，直接给接到了床上。陆惊云走得很快，甩开我一大截，一位管家模样的人迎上去，拿过他手中的外套，隐约听见陆惊云叫他李叔。我站在玄关处没动，李叔笑眯眯地朝我走过来，沈先生晚上好。我有点诧异，您知道我姓什么？李叔顿了顿，很快恢复笑脸，少爷告诉我的。有点好奇陆惊云是怎么介绍我的。气氛有些凝滞，我看向李叔，笑问我是不是你们家少爷第一个带回来的人。李叔笑出了声，是沈先生，您是第一个。好吧，我当真了，嘴角差点没压住。我被带去了客房，李叔还给我准备了换洗衣服，他的意思是陆惊云有事要处理，让我在房间里待着就好。明白我
现在就好像等待那什么的妃子，得先把自己洗香香。洗澡时不小心搓到手肘处的伤口，疼得我把我那混账爹祖宗18代问候了个遍。打开浴室门，发现陆惊云正坐在床边正襟危坐。我干笑两声，那个晚上好哈。陆惊云的表情仍是淡淡的。我猛地想到什么，下意识捂住光溜溜的后颈，体温一升高，我的信息素就会溢出来。洗澡之前我就把抑制贴撕了，现在整个房间里已经能闻到明显的依兰香。我抱歉的笑笑，陆先生，请问房间里有抑制贴吗？陆惊云没搭理我，径直走进了浴室。我捂脸叹气，浴室里的香味最浓，他这早怕是会越洗越难受。半小时后，陆惊云裹着一身冷衣出来，在床边坐下，入目是他被肌完美的精壮上身，再捏捏自己只有薄薄一层肌肉，正暗暗羡慕着，突然听到撕塑料包装的声音，顿时有点不知道手脚该怎么放。一个晃，陆惊云掀开被子，腿一跨直接压了上来，手法像在剥玉米。他这个状态我有点担心，硬着头皮再次开口，先生，要不等我先贴个抑制贴。陆惊云没什么温度的眼神在我脸上扫过，嗓音沉了几分，你的信息素很特别。哦谢特，我疼得倒抽一口气，下意识想像从前一样抓他咬他，好险理智还在忍住了。您就不能打个招呼吗？低头一瞅，坏了，还有一半。我闭上眼，手指揪紧床单，您给我个痛快吧。话音刚落，手臂横穿过我后腰，往上一抬再一挺，这下好了，痛快到底了。冷汗顺着眉骨淌下，我抬起胳膊遮住眼，难怪要找结实耐造的 alpha， 就他这么弄法，哪家好欧受得了？您是棒槌吗？这么直来直去，我好像闻到您的信息素了，您能慢一点吗？陆惊云停了一瞬，拿开我的胳膊，目光沉沉的看着我，怎么了？我有名字叫我陆惊云。哦，陆惊云，我小声念了一遍。马德鼻子突然有点泛酸，大概是疼的，不清楚过了多久。等陆惊云终于停止时，冷冽的信息素已经完全盖过了依兰香。从前挤在那张小床上玩闹后，我总会耍赖抱他很久，虽然抱上去的体感是滚烫的，但他身上的味道像冬天清晨的冷雾。猛吸一口，很能抚平躁动的心跳，但现在不能了。陆惊云爽完就走，速度快得像有鬼在撵他。我从床上坐起来，垂眼看着自己乱七八糟的一身，红的紫的白的脏的不像话，图什么呢？当然是图那2000万。对啊，我是在工作，哪有光鲜亮丽的？简单冲洗了一下，换上自己的衣服，安静的离开，走出别墅区。一时摸不到方向，那就朝着光亮密集的地方走，方便打车。身边偶尔有车辆开过，有一辆和陆惊云今晚开的车很像，我下意识停了一秒，心想万一陆惊云良心发现了呢？但他只是经过，眨眼的功夫就隐没在黑夜中。我垂眼看着地上的影子，庆幸自己只停了一秒，不然好丢人。走到一个路口，掏出手机一看，已经凌晨2点了，正想打个车，弹出一条短信，来自我那混账爹，让我给他转100万。我盯着屏幕冷笑，删除再拉黑消息，可真他妈灵通。我提前离开孤儿院，是因为我的亲生父亲找来了，沈鸿章带着我的出生证明来的，那时穿的人模狗样，我当真以为他来接我回家。回去后才明白，他想让我帮他养孩子，一个小女孩才7岁，是他醉酒后强迫了一个Omega女性生下的。沈鸿章烂赌成性，喝醉还家暴，女人忍了他8年，终于受不了，扔下孩子逃了。沈鸿章把我骗回去就消失了，还偷走了陆惊云留给我的现金和新手机。我那时气得踢碎了一张椅子，转身看见小女孩缩在墙角，头发蓬乱，一张脸蜡黄，瘦的只剩一双圆眼，怯生生的喊我哥哥。见我没应，又拿出一根沾着泥灰的棒棒糖，小心翼翼的递到我面前。我没接，在门口坐到了天黑，琢磨打什么工能养活2个人，最后发现没什么好琢磨的，走一步算一步。最拼的时候，我一天能工作17个小时，同时打4份工。好在沈莹也争气，成绩很好，她分化成Omega后，我还得分出一部分精力提防着沈鸿章那个畜生，他总想着把沈莹拿去卖钱。前年我倒腾药材小赚了一笔，年初时在沈莹高中附近盘了家店铺开超市，沈鸿章偶尔会像蝗虫一样来扫荡一次，我也就忍了。但几天前他打上了我收银柜的主意，我和他干了一架，店里被砸得七七八八，我忙着收拾烂摊子，沈鸿章拿我受伤当借口，把沈莹骗出了学校，给他下了药，卖去了东郊富人区的那家会所。我想尽办法混进去，沈莹已经被他们威胁着按了手印，我求了那个经理好久，他终于松口答应让我代替沈莹，因为我这张脸，也因为我的信息素。我把沈莹送回家安顿好，急忙赶回去，刚带上牌子，经理就带着我去了包房，然后我就看到了陆惊云。不认识我的陆惊云，怎么描述那种心情呢？好像是老天在可怜我，又好像是在捉弄我，总之就是走到了如今这一步。那2000万会所抽6成，剩下800万，我计划拿500万将来送沈莹出国留学，再拿200万留作她的嫁妆，竟然刚好剩下100万。回到出租屋时已经快凌晨4点，浑身酸痛的不行，我干脆躺在沙发上眯了一觉，迷迷糊糊间听见沈莹喊我哥，哥你发烧了，起来吃点药再睡吧。我睁开眼发现外面天已经亮了，沈莹已经换好校服，背好书包，此时正端着水拿着药蹲在我面前，哥你感冒了吗？要不再加2片感冒药？我摇摇头，拿过那枚药片就水吞了。走吧哥，送你去上学。不用了哥，你在家好好休息吧。我推着他往门口走，拿过书包挂自己肩上，少废话，以后除了我谁来找你都不准跟他走，听见没？沈莹喵了哦了一声，乖乖跟在我身后。看着他走进校门后，我去了趟超市，拎了2大兜吃的用的放在保安室。沈莹住校半个月才能回家一次，他从来不开口问我要什么，我总怕委屈了他。离开学校，我去了趟银行，办了张卡，转进去100万。回到小区，果然在单元楼下看到了沈鸿章，笑得像黄鼠狼。好儿子，听说你傍了个富豪，100万对你来说不是问题吧？我忍着恶心将卡扔地上，拿了这笔钱有多远滚多远，以后再敢去找沈莹，我绝对废了你。上楼后刚摸出钥匙，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响起，我咬紧了腮帮，转身同时扬起拳头。你他妈有完没？最后一个完，字卡在了喉咙眼，因为我看见了一对 WiFi 站位，第一位是笑眯眯的管家李叔，第2位是提着医药箱的西装男，第3位是戴着墨镜的陆惊云。我默默放下拳头，皮笑肉不笑，请问您3位有事？李叔率先开口，沈先生，保姆今早去您那间房打扫卫生时，发现床单上有血迹。西装男接着开口，请让我为您做个检查。陆惊云最后总结开门，他妈的谁有地缝借我钻一下？陆惊云这个装货，愣是把我的布衣
沙发做出了真皮沙发的质感。我搬了根小马扎放他对面，一屁股坐下。西装男欧不肖医生一脸担忧地看着我，我假笑一声，在6只眼睛的注视下，手一扬脱掉了帽衫。陆惊云微不可察的皱眉，我假装没看见，举起胳膊肘给肖医生看。出血的是他前几天跟人干仗留下的，昨晚上没注意蹭破了，可床单上血迹的不止一处。李叔开口提醒，我已经不知脸皮为何物，瞟了一眼某人，不咸不淡的开口：对啊，翻来覆去嘛，难免会蹭得到处都是。空气突然安静的要命。肖医生咳了一声，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检查一下，以防万一。受不了了，我闭了闭眼，看向陆惊云，拉下脸，沉默不语，僵持半分钟。陆惊云开了尊口给他包扎，我暗自松了一口气。肖医生手法娴熟的替我包扎好，察觉到我发烧，又给我开了一些药，动作利落的收拾好药箱。李叔已经站在了门口，看样子是要走了。我拿过帽衫，边穿边说再见。关门声响起，我从帽衫里钻出头，沙发上的那尊大佛竟然还在。我扒了2下头发，慢吞吞地理着衣服边边，时不时的瞟他一眼，你怎么还不走？你昨晚离开的时候摘了一朵花园里的蔷薇。我默默移开视线，小声道：那个我没见过，白色蔷薇开得很漂亮，一时没忍住。我种的。我哽了哽，应接，那你很棒。花园里10几种花，只有白蔷薇是我亲手种的。我干笑2声，正想摸出钱包赔他200，听见他说我说过我叫陆惊云，我记住了，但你昨晚喊的是陆惊2次。我沉默了，陆惊云是从前的沈寻，像从前的陆惊云，讨饶时无意识喊出口的。昨晚我也是昏了头了，那个我轻咳一声应解释，我嘴瓢了，您别介意。陆惊云神色不变，目光沉静，我的信息素你的身体好像并不排斥。是啊，10年前就被叼着后颈注入过了，能排斥到哪里去？我扯出一个笑，从钱夹子里抽出200放茶几上，巧合吧，那算我赔你的蔷薇以后不摘了。陆惊云审视的目光始终落在我脸上，审讯干嘛？我们以前是不是有过接触？嘴角缓缓落下，陆惊云的眼神里有探寻有防备，就是没有一点我熟悉的放松。他看我依旧像在看一个陌生人。我重新挂上笑，环视了一周。陆先生，我就是一个需要挣钱供妹妹读书的普通人，经济水平就你看到的这样。如果不是昨晚，应该一辈子都接触不到你。陆惊云半垂着眼睫遮住了那份冷厉，这副模样看得我都有些恍惚了。我低头轻呼一口气，走到门口，替他打开门，耽误挺久了，您回去吧。陆惊云走到门口，语气淡漠，下周1和周2这2天空出来，这周日晚上我会派人来接你。我的易感期，好，差点又多想了。关上门后我回过未来，所以他亲自带人上门检查我屁股，是为了他易感期做准备。陆惊云的易感期无非就是我被翻来覆去再翻去覆来，但我忘了还要被咬来咬去，按在浴室门上咬，抵在落地窗前咬，压在地毯上咬，摁在他床上咬，一股一股积压已久性激素悉数灌进我体内。我感觉自己好像被包裹在冷雾中，附在身上的身体却是滚烫的，熟悉又陌生，亲密又疏离。陆惊云咬够了又把我翻过来，我眼神涣散地望着他卧房里的吊灯，有点分不清梦境和现实了。抬起手想要讨一个拥抱，但对上陆惊云的眼神，我慌乱地笑了一下，那双黑眸里只有欲没有情，像一把锋利的刀，轻易就能割破我的恍惚。我收回手，缩进枕头里，刚想翻身，陆惊云扣住了我肩膀，热汗顺着下颌滴落，呼吸逐渐平稳。我咽了咽干涩的喉咙，不确定地问：你好了吗？陆惊云定定地看了我几秒，视线移至我藏进枕头的右手，声音有点沙沙的温柔：你可以抱我。我怔了一瞬，随即缓缓笑起来，心里却没由来的涌起一股酸胀。没想抱我，只是手冷而已。陆惊云好像对我这个床伴挺满意，每个月除了他易感期那2、3天，每周也会有1、2天在单元楼下或者超市门口看到他的车，多数时候是林助理开车来接，偶尔是陆惊云自己开车来。别墅里现在有一双我的专属拖鞋，李叔准备的，我也能留在那里过夜。有时候是在客房，有时候是在陆惊云的卧房，他对我好像没那么冷漠了。抽事后烟也知道分我一根，我摘他的白蔷薇揣回家也没有被算账，偶尔一起吃晚饭，我跟他抱怨总有老头老太太偷吃我超市里的炒花生，他竟也没有嫌我烦，还一本正经的给我分析解决方案。怎么说呢，听完受益匪浅，感觉自己能把对面超市收购了。陆惊云对我好像更宽容了，最近几次我早上赖在他床上不起，他也没叫我，只是穿戴整齐的走到床边，居高临下的审视我一会儿，再一言不发的离开。等我下楼时已经快10点，餐桌上竟然还有早餐，但我没什么胃口，一边戳着太阳蛋的白边边，一边和刚从花园回来的李叔打招呼。他递给我一朵白蔷薇，说是掉地上的，那可太好了，可以光明正大拿回家。李叔坐在我旁边，说今年的蔷薇比去年开得好。我恍然，白蔷薇开过一次，我和陆惊云的合约也快到期了，如果他暂时不打算结婚，我还挺想和他这么混下去的。合约到期前的半个月，陆惊云飞去国外谈一个并购案，听林助理说要耽误1个月，我松了一大口气，正愁着最后半个月，如果他有需要我该如何推脱。现在能提前结束交易很好。然而隔天林助理带着新的合同来超市找我，沈先生陆总的意思再续2年，我委婉拒绝还是不了。林助理面露难色，能问一下原因吗？我笑了笑，身体原因，肚子实在不争气怀了。大概半个月前，我察觉到自己对陆惊云的信息素格外依赖，睡一起时总忍不住朝他那边滚，准确点说是想往他怀里滚，这很反常。易感期时我都没那么馋，更反常的是我开始犯懒，扛大米都没以前跑得快了，一天啥也没干也会觉得累。最反常的是我吃饭不香了，即使饿1天还会觉得反胃，下腹偶尔还会有轻微抽痛。我以为自己得了什么大病，想着早治早好。陆惊云出差前1天我去了医院，一通检查下来发现大病没有小命多了一条在我肚子里，在那个被陆惊云信息素刺激到假性发育又被强行撑开多次的生殖腔里，医生给我比划了一下，那个地方只比鸡蛋大了一点，不会继续发育，也不会随着胎儿的生长而变大。我听明白了，有一个生命在我肚子里凋零，最多3个月它就会自我了结。我不由得笑了下，不愧是我的崽啊，还没出生就知道给我省钱。出了医院，我将所有检查单塞进了垃圾桶，手速慢了点，B 超单上那个苹果籽一样的小黑点又撞进了我眼里。其实有机会的话，还挺想给你花钱的。1个月后沈莹放归宿假，一出校门就来了我超
超市，叽叽喳喳的问我中午想吃什么，他去买。这阵儿正是忙的时候，我也没什么胃口，想了想说带碗粥吧，白米粥。沈莹撇着嘴角不满道什么嘛哥，小美姐说你这段时间天天喝粥，咱们家难不成欠债了吗？我哑然失笑，这丫头有点太敏感了。没有的是你哥，我最不喜欢欠别人什么了，就是单纯想喝粥不行吗？再说了，我这不还守着超市呢吗？还怕我饿着？我从收银柜里拿了张100的给他，去店里坐着吃完再给我带，听见没？沈莹没接我的钱，不高不兴的走了。20分钟后，沈莹拎着一碗粥回来，叫来小美帮忙收银，自己系上围裙整理货架去了。行吧，我端着粥碗进了库房，仅有的一张电脑桌上堆满了灵气产品，于是我搬了根小马扎靠着货架坐下，刚吸溜2口，面前投下一道阴影，入目是纤尘不染的手工皮鞋，接着是笔直的裤管，再往上是裁剪得体的西装，最后看到一张冷酷又英俊的脸。我舔了舔唇，站起身，将手中的塑料餐盒放在一旁的架子上，笑着招呼出差还顺利吗？陆惊云沉默着，视线顺着我的脖子往下扫，最后定格在了我的手腕骨。你瘦了。我愣了一瞬，随即将手背到身后，干笑道黑衣服显瘦而已。陆惊云抬眼看向我，声线冷硬，我没下，这让人怎么打笑一下算了。陆惊云仍旧盯着我，好像还把自己盯生气了。空气中隐隐浮动着他的性激素，本来没什么，但对现在的我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他再待一会儿，我怕我会冲上去抱着他猛吸。我轻咳了声，沉下脸感人。陆惊云没别的事就走吧，等会儿送货司机要来，我得先把库房。去医院了吗？什么？林柱说你身体出了问题。哦，我搔了搔鼻尖，声音不自觉降低，去过了。医生怎么说？陆惊云越来越浓的性激素勾得我心痒，我捏了捏手心，忍不住后退。医生说过段时间就好了。过段时间过多久？8、9个月。陆惊云不断向前，逼得我不断后退，也用不了那么久，最多再有1个月。后背抵上墙，我意识自己掉进了某种陷阱，心底顿时漫起一阵难堪。而陆惊云的神情还是那么冷静。你因为身体原因拒绝我，又支支吾吾不肯告诉我得了什么病，那我只能猜。我偏过头避开他咄咄逼人的目光，就不能是传染病吗？空气静默一瞬，一声冷哼落下。你应该没有那份经历。陆惊云说的委婉，我却感觉脸皮疼的一下热了，瞄他一眼，不自在的开口，那个本来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所以没打算告诉别人，我是别人。陆惊云陡然拔高的音量让我愣了一瞬，我看着他眨了眨眼，不然呢？陆惊云沉着脸一言不发。我飞速转动脑筋，突然想到一点，赶紧补充道，您放心好了，陆先生，这个孩子我生不下来的，所以您不用担心将来我带着孩子找你讹生活费，这件事我也没告诉过任何人，所以您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名誉受损。一口气说了一大串，这才察觉到陆惊云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眉头紧皱，又向前走了一步，可我已经退无可退了。喂，难道你别靠那么紧？我不太舒服，正想推开他，陆惊云忽然伸手扣住我手腕，去医院。陆惊云几乎是拖着我往外走，我叹了一声，喊他陆先生，我很能理解你急着拿掉孩子的心情，但其实你不用急这么一会儿，送货司机马上要到了，你让我先搬完货行不行？超市里就俩姑娘，总不能让他俩。话没说完，一辆小货车在我超市门口停下，我立马甩开陆惊云，顺手推了他一把，边摸出烟盒边去迎接从货车上跳下来的人。来了，于大哥。于大哥笑得爽朗，接过我递上去的烟，没耽误你吃中午饭吧？没早吃过了。我给他点火的功夫，陆惊云走到我身边，没收了我的打火机和那盒刚拆封的烟，强硬的拽着我往一旁走。我压着声音，你就不能让我先搬完货吗？人还得去送下一家。你叫他什么？于大哥，你不是听见了吗？他叫什么全名？于海，于是的于，大海的海，行了吧？陆惊云竟然煞有介事的点头，简直莫名其妙。眼瞅着于大哥已经开始下火了，陆惊云还拽着我不放，正想发作，货架那头探出一个脑袋，沈莹正一脸八卦的看着这边。陆惊云看了他一眼，冲他招手过来。沈莹噔噔噔的跑过来，陆惊又指着我说看住他，然后脱掉西装外套塞我怀里，一言不发的走了。沈莹凑上来挽住我胳膊，一脸花痴，哥他要帮我们扛大米吗？我满头黑线的看着陆惊云直奔货车后备箱，默默计算着工费，可能吧。陆惊云一趟趟搬着，超市里的老太太越来越多，我叹了一声，冲炒货区喊道，大姨啊，瓜子皮儿别吐地上。大姨不语一味的朝他身旁的另一位大姨说小话，眼神跟着陆惊云来来回回。我冲路过的陆惊云幸灾乐祸的笑，有人要给你介绍小喽。陆惊云飞了我一个眼刀，从库房出来后径直朝我这边走来，垂着手说帮我擦汗。瞬间不惜惜，我揣着手看向别处，身上没带纸画音刚落，一包面巾纸递到我手边，哥我带了。见我没动，沈莹将那包纸印塞进我手里，然后跑去了炒货区。哥我去扫瓜子皮了，你别跑远了。无语，我掀了掀眼皮，没好气到你自己没手吗？陆惊云举起灰扑扑的手在我眼前晃过一遭，我撇了撇嘴，事儿真多，我们都是拿手背随便抹一下的好吧。抽出一张纸顺着他脑门往下抹，小声嘀咕，擦了汗就不能再向我要工钱了。陆惊云偏过脸扬起下巴，那你得擦仔细一点。毛病。陆惊云用20分钟搬完了所有的货，趁他去卫生间洗手的功夫，我拿了2瓶水给于大哥送去。刚开超市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好几家供货商都是于大哥给介绍，我是真心感谢他。于大哥只拿了1瓶水，正想再给他散根烟的，一摸裤兜才想起烟盒被陆惊云没收了，我只好尴尬的笑，于大哥也笑，看了一眼我身回见小寻。目送于大哥走后，我一回头看见了穿着黑衬衫的陆惊云，不知道站了多久，我走过去把外套还他，顺便把手里剩的那瓶水给他。辛苦你了，我和他俩说一声，我不要。递水的手顿在了半空，不要拉倒。和小美交代完后，我在库房里找到沈宁，今下午你先替哥顶一会儿，如果6点之前我没回来就提前关门。对了，晚饭自己解决，不用等我，听见没？沈莹双眼亮晶晶的看着我，哥我真的要当姑姑了吗？见我不说话，沈莹有点慌张的解释，哥我不是故意偷听的。那个哥哥进超市晃了一圈后直接进了库房，他冷着一张脸，我以为他是去找你麻烦的，刚拿着扫帚走到门口就听见他说你瘦了，我就以为你俩叙旧来着，一个没忍住继续听了
了下去。哥，对不起。沈莹越说越小声，我无奈的笑了一声，摸了下他脑袋，没怪你呢，道什么歉，至于那什么姑姑，你就别想了没有的事儿啊什么？还有你说的那位冷脸哥哥，他算是我的前老板吧？我和他之间不是你想的那样。沈莹哦了一声，臊眉搭眼的走了。坐进陆惊云的车时，他正拿着手机发消息，等他放下手机，我才问要去我去过的那家医院吗？陆惊云像是没听见，一言不发的系安全带，单手打着方向盘上路。我又哪里惹到他了？今天的陆惊云真的很莫名其妙，眼前的路越来越熟悉，我忍不住再次开口，你不会是要带我回你家吧？但我现在的身体不能。审讯陆惊云的声音隐隐压着怒意，我们现在不是合同关系，知道了你别生气。陆惊云哑火了，等红灯的间隙，我试探着问，那你带我回去干嘛？红灯变绿，陆惊云看向我，又恢复了惯常的面无表情，就不能是带你回去简单吃顿饭？哦，但我吃过了，喝那2口米汤你就吃过了。反正我现在是饱的。陆惊云好像被气笑了，那你看着我吃，好坏？陆惊云请我吃的这顿饭并不简单，都快凑齐8大菜系了，怎么看都有点像断头饭。陆惊云上楼去换衣服，李叔拿着公筷一个劲儿的给我夹菜。没一会儿，陆惊云出现在餐厅，自顾自的拉开我身旁的一把椅子，坐下后端过我面前堆得满登登的盘子，开始剥虾。我觑着他的脸色，正想开口问问什么时候去医院，他手机响了。陆惊云一点也不着急，将一个完整大虾仁放我碗里后，才抬了下手说帮我拿一下。我帮他把手机拿出来，看到来电显示是母亲，立刻烫手似的丢在桌上。陆惊云看了我一眼，继续拿起一只虾慢条斯理的包着，接通开免提。我飞快的戳了2下，下一秒一道饱含怒意的声音传出，今天中午为什么爽约？陆惊云直接将包好的第2只虾递到了我嘴边，我忙着吃瓜，下意识张嘴接了，边嚼边听见他说，第一，我并没有答应您要去赴约，是您擅作主张，第二，我早就告诉过您，我不喜欢 Omega。陆惊云，你什么态度？我什么态度？这些年一直没变过，反倒是您一直在做无用功。陆惊云一声怒喊后，电话里只剩下细微抖动的呼吸声，我都能想象陆夫人气得双眼紧闭倒抽泣的模样。然而陆惊云毫无知觉，但声道没别的事，我挂了。陆惊云眼神示意我挂电话，但我哪敢动揣，着手望望天看看地，假装很忙的样子。陆惊云刚摘掉手套，电话里又传来陆夫人的声音，带了点悲戚的哭腔。陆惊云，你就非得和那个 Alpha 纠缠不清？你监视我？陆惊云不悦的皱眉，监视对我监视你？陆惊云，你大姐和2哥都没了，我就剩你一个，你为什么就是不听我的话？我直觉陆夫人接下来要说的内容我不该再听下去，正准备溜号，陆惊云按住了我肩膀，我如坐针毡，听见手机里传来陆夫人近乎崩溃的哭诉。治疗中心的院长亲口向我保，你忘干净了，你改好了，结果你一遇到他，还是被他牵着鼻子走。他到底有什么好啊？还是一个 Alpha， 你怎么就是忘不了他？一阵抽泣后，陆夫人那边先挂了电话。陆惊云始终沉默着，垂眼盯着手机直至黑屏，脸上血色褪尽，好半天都没有反应。我看向李叔，李叔为难的冲我摇摇头，我会错了意，以为他是叫我回避一下。刚起身，陆惊云猛地抓住我手腕，看向我的那一瞬间，眼里是来不及掩饰的慌喉结滚动2次，才找回自己的声音，吃饱了。我点点头。陆惊云又不说话了，眼神落到某处虚无，不知道在想什么。我有点坐不住，轻咳了声，小心询问那个我们什么时候去医院。陆惊云回了神，又不舒服。我摇摇头。陆惊云好似松了口气，那就不用急着去医院，明天去也行。我挑眉，你难道不是急着拿掉？不是。陆惊云陡然拔高音量，对上我的视线后，又像戳落的气球一样颓然垂手，抱歉，怪我没和你说清楚。在超市我说带你去医院，是因为听见你说不舒服，不是你想的那样。陆惊云抬头看着我，审讯你和孩子我都会负责。我不用你负责，至于孩子你没那个机会。什么意思？陆惊云一贯平稳的声线此刻竟有些颤抖。我笑了笑，回想着医生说的话，还未组织好语言，手机响了。接通瞬间传来沈莹的哭声，哥，沈鸿章来超市了。超市门口围满了人，我破开人群冲进去，沈鸿章正抓着沈莹头发威胁他打开收银箱。哥，沈鸿章你他妈的找死！我抓起台面上的铁盒，猛地砸向他后脑勺，放开他。沈鸿章满身酒气，双目猩红，正当我要砸下拳头时，他突然发力将沈莹向前推，我慌乱接住沈莹，连推2步，猛地撞上玻璃柜的尖角，后背瞬间渗出冷汗。哥，你没事吧？我扯出一个笑，摇摇头，搂抱着沈莹退到一旁，给赶到的陆惊云腾位置。陆惊云看了我一眼，走上前对着沈鸿章当胸狠踹一脚，沈鸿章倒地后叫骂声不断。陆惊云揪着他领子提起来，拳拳到肉。无论是现在西装革履的陆惊云，还是从前白 T 卫裤的陆惊云，揍人时都一样狠。哥，你笑什么呢？你到底有没有事啊？脸都白了。我回过神，缓过那阵疼，安慰道：我没事。对了，报警了吗？小美呢？沈莹点点头。沈鸿章一进来我就报警了。小梅姐姐冲上去挡住他，被他推倒撞到了头，我让他去库房躲着。疼痛再次袭来，我深呼吸一次，捏紧手心，做得很好。你现在去库房把小梅姐姐扶出来，我叫个车送你俩去医院。沈莹没反应，垂着头愣愣的。怎么了？沈莹说话带上了哭腔。哥，你好像流血了好多。我顺着他的视线往下看，浅灰运动裤晕染成深色，白色板鞋上挂着几缕鲜红。我愣了片刻，下意识抬手贴上腹部，抬起头，恰好和打红了眼的陆惊云四目相对，脑袋有点木不知作何反应。审讯，双膝突然发软，马得我好像晕血了。睁开眼后看见了白白的天花板，第2眼看见了坐在病床旁的陆惊云，双肘撑着膝盖，垂着脑袋，额发垂下几缕，领带歪斜，袖口沾着血迹。我从被子底下伸出手指戳了他一下。陆惊云猛地抬头，你醒了？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我摇摇头。沈莹呢？在隔壁病房陪着小美。沈鸿章被带去了警局，我已经吩咐了律师以最重的罪名起诉。我点点头，一时无话。只是陆惊云看向我的眼神欲言又止。我笑了下，想说什么就说吧。沉默片刻，陆惊云才开口：孩子没保住，对不起。我知道，本来也保不住。陆惊云仍然蹙着眉，眼底布满内疚，甚至有点不敢看我。审讯医生说，成年 Alpha 无论如何不可能受孕，但你的身体很早之前接受过我的信息素，所以那时候你的身体就开始产生变化。但是你忘记了。我接过他的话，平静的补充，所以你认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 Alpha。
offer， 随便怎么做都可以。陆惊云摇头，眼里闪过羞愧。不是的，事实上面对你，很多时候我都控制不住自己。第一次那晚我说过你的信息素很特别，给我的第一感觉不是燥热而是熟悉，所以第二天我问你我们之前有没有过接触，但你告诉我没有。我骗了你，为什么？我望着顶灯默叹一声，才转过视线，笑道因为我觉得那时的你肯定不会相信，至少不会全信。陆惊云不说话了，过了很久，陆惊云抬眼看向我，语气近乎恳求，沈寻，你现在能告诉我过去发生的事吗？轮到我沉默了，该从何说起呢？从我糟糕又幸运的13岁，但很多都是琐碎又不起眼的小事，说出来都有点不好意思。陆惊云和我本就是云泥之别，这些年我时常在想，那时我能被陆惊云特殊对待，一定是我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他好像只是到孤儿院完成一个任务副本，任务结束他会回到他的世界。爱情于我而言是馈赠，但对陆惊云而言可能是附赠，所以我曾一度认为他没来接我是正确且合理的剧情走向。但若干年后我们又相遇了，陆惊云好像又在完成新的任务副本，他清空了记忆，但我还是控制不住的被他吸引。但这次我告诉自己不要期待结果，享受过程，因为花开的结局既定，但花开的过程却是全新的，所以其实我并没有多么在乎陆惊云有没有记起我，重新认识彼此也挺好。但现在陆惊云想要认识过去的我轻扯了下嘴角，抬眼看向他。陆惊云，你想听我说什么呢？陆惊云哑着嗓子开口，我为什么要在花园里种白蔷薇？我哑然，原来陆惊云连种花的理由都没有，但他现在笃定与我有关。我笑了一下，厚着脸皮道，大概因为我送了你很多次白蔷薇。为什么送我？我垂下眼，声音不自觉降低，因为喜欢。喜欢花还是喜欢我？回答我审讯。又来了一贯冷静自持的陆惊云，此时眉头紧锁，满眼焦急，倒是有几分和记忆里的他重叠。我看向别处，露出一个怀念的笑。我喜欢那个人收到花时唇角拂笑的样子，但是蔷薇花藤都快被我薅秃了，也没见他笑过，我以为他不喜欢，后来就没送了。陆惊云沉默地看着我，目光灼热专注，像是在我眼里找寻什么。良久后，他垂下眼，眼睫轻颤，声音变得艰涩，我肯定笑了，只是没让你看见。眼眶突然涌起一股热意。陆惊云并没有恢复记忆，他只是在用现有的经验剖析过去的自己，那是不是说明现在的陆惊其实也……我吸了吸鼻子，笑着问陆惊云，你说一个人会反复爱上另一个人吗？陆惊云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恍然，沉默片刻，缓缓抬起手背，在我脸上轻轻蹭过，你觉得是吗？我眨落遮挡视线的泪抿唇，笑了笑，不确定。陆惊云自嘲地笑了一声，微垂着头，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小时候家族内斗，大姐二哥接连遇害后，我被秘密送往一家孤儿院，18岁后他们把我接回来，然后送进了一家私立医院，我被那些专家医治了2年，脑袋越来越空，到后来我甚至都想不起他们为什么医治我。而那家孤儿院连同那几年，在我脑子里只剩下一具空壳，我只记得我去过然后离开。陆惊云抬起头和我对视，眼底痛苦与自责杂糅。审讯，我生来就不是一个情感丰沛的人，从治疗中心出来后，我不确定自己还有没有爱一个人的能力，但对于你，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我不想放手。我弯起唇角轻声问，要改变结局吗？什么？陆惊云眼睛里多了一丝可爱的迷茫。我笑出了声，小幅度摇了摇头，再次问道，要抱一下吗？陆惊云看起来更呆了。我半叹半笑，从被子里伸出手，说我想抱你一下。陆惊云蹭地站起来，随后慢慢的有些僵硬的俯身，我单手环上他肩背，将下巴抵在他肩上，感受着他细微颤抖的呼吸。陆惊云如果不放手，还会被关进医院吗？一滴温热液体落在我颈窝，不会18岁的陆惊云任人摆布，28岁的陆惊云摆布别人。我破涕为笑，故意逗弄道，但是28岁的陆惊云好像不会爱人了。陆惊云后撤握住我的手，眼眶还红着，有点急切的问，你见过对不对？什么？见过我爱你的样子？一瞬间鼻头又有些泛酸，就是因为见过所以才忍不住靠近。或许我的表情已经告诉了陆惊云答案，他屈指蹭过我的眼尾，一本正经道，我想请你当考核官，考核我的表现，标准你定，按月打分，你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在月末我问你的时候告诉我分数就好。我知道调整策略。听起来奇奇怪怪的。我眨了眨眼，要笑不笑的问，你的目标分数是多少？当然是100。哦，那你想知道你的起始分数吗？陆惊云思考片刻，20。我憋住笑，摇摇头，伸出手指举在脸侧比了个1分好吧。我笑得眯起了眼，傻子陆惊云，我那么用力的俩鼻孔怎么就看不见呢？在医院住了1星期，出院那天，陆惊云的律师来了病房，他说沈鸿章的判决下来了，顶格处理判了5年。陆惊云正在给我穿袜子，没抬头也没出声。律师立刻会议陆总，您放心，等他出来了，随便找个由头再给他送进去就是。陆惊云这才嗯了一声。律师走后，我悄悄问他，这算不算游走在法律边缘？陆惊云撩了我一眼，抓过我的另一只脚踝，不算奖金，他基本工资年入300万起步，偶尔游一游怎么了？是我多虑了在医院待的长毛。出院后我直奔超市，被沈鸿章大闹了2次，超市的生意肯定会受影响，所以我和陆惊云商量了一下，把这家超市关了，重新开一家。新超市的门铺已经选好了，和陆惊云的公司大楼隔了一条街。当务之急是要把现在这家超市进行闭店处理，能退的就退，不能退的就降价甩卖。老头老太太最喜欢了，总能赚回来一点。小美还在休养沈营上学去了。陆惊云直接给我弄来一面包车的人，个个西装皮鞋，整得老太太们都不敢进店，直到我拿着大喇叭吆喝，他们才挎着小布包噔噔的跑进来。陆惊云也加入了闭店活动，非要开着他5000万的车替我送200块钱的货，我还得跟着他一块去，不然买主见了他都不敢签收。忙完刚好到月底，吃过晚饭，我正在陆惊云的花园里闲逛，他找到我，严肃又紧张的问能打几分，差点没反应过来，我憋着笑摘下一朵沾着夜露的白蔷薇别在他衣襟，猜一猜呢？陆惊云垂眼看着试探到60。笨蛋陆惊云，我背着手边走边懒洋洋到对60，走出一段距离，陆惊云追上来，停在我面前，喉结滚动2次，才开口，我刚才是不是猜错了？我半眯着眼歪头打量了他一会儿，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陆惊云，等你在我这里拿到满分，你打算做什么呢？求婚？我挑眉和我吗？陆惊云有点气结，不然呢？我笑了笑，但我不能给你生孩子。陆惊云煞有介事的点头，我也不能为了防止再出意外，你住院期间我去做了一个
小手术。我睁圆了眼，是我想的那种手术吗？是，这让人说什么好？我望望夜空，又看看陆惊云，半天后憋出一句：那你这偌大的家业岂不是后继无人了？陆惊云看起来松了一口气，眼底笑意浮动，牵着我的手往回走。我要什么继承人？你想花多少花多少，花不完就捐了。那我每天花个10能花完不？陆惊云微挑眉，10万，那你得花个几辈子？我笑出了声，那你能教教我怎么花钱吗？可以，首先第一步，超市别开了，我们家一个人赚钱就够了。我抽出手跳到他面前，你是不是想趁机把我关在家里？陆惊云又来抓我的手，我明天就想把你关在家里喂食。想起来了，明天是他一赶期。我扒着门框严肃道：陆惊云，你现在才60分，不该想的别想。陆惊云扒下我的手，推着我进门，我只是想请你在一旁陪我聊天而已，不行吗？我哼了一声，你最好是。全文已完。